云林，其实云林这个地方，你现在应该也已经颇有概念了吧？对，现在非常的不陌生。一讲到云林呢，就想到它是我们台湾的农业大县，有丰富的农特产。而且上次我们一起来土库采花生啊。对，没错。可是啊，云林除了农业之外，我觉得它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面向。大家觉得云林都是田园景观，都是农业，事实上它有非常多很有质感、很有品味的地方，有待我们慢慢发掘。所以呢，我做了很多的计划。这趟旅行啊，我们要走访土库、虎尾，还有斗南，而且呢，我们要从细致的美食、美丽的庄园、非常尊荣的民宿，好好的把云林玩一遍。一开始我们就来从疗愈的甜味走起，我要带你去用台湾可可做成的巧克力庄园。哇，难怪我刚一走进来就闻到空气中一股甜甜的味道哎。没错，这旅程一开始就用甜的开始，感觉很期待哎。而且心情大好，对不对？对啊，赶快带我去逛逛吧。你看，来到这个庄园是不是很有质感，置身在童话里面的感觉吧？真的很漂亮哎。哎，美兰姐，嗨，你好，欢迎来到庄园。我们来了。嗨，兰姐。我要先请你们吃个甜的。哇，这么好，我们才初来乍到就有甜的可以吃哦。对呀，请你们吃冰淇淋。我最爱了。不过在吃冰淇淋之前，我要先给你们一个小任务，挖冰淇淋。来，那没问题啊。对啊，哇，冰淇淋算什么任务啊？挖冰淇淋哎，我平常在火锅店挖的可带劲了。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的冰淇淋比较扎实。那如果你力道不对、角度不对的话，哈，其实没有那么好挖。不可能，挖冰淇淋会有多难？我不相信。就吃到饱都挖无球的。对，来试试看就知道了。挖冰淇淋。对啊，挖冰淇淋有什么难的？你看啊，有没有？分量，哎，第一个口味一定要选，怎么样？我要把它弄得很滑顺，是不是？不用，倒是不用。你觉得 OK？我觉得 OK， 对，放进去。放进去。我觉得放进去是最难的地方。但是可以的，我可以。就是你要有点，哎，有没有？美兰姐这样有，还可以，还可以，是不是？来，可以。过关。好，你黑巧克力会是比较难一点，比较硬口味哦，比较硬，因为它有可可固形物，加上它有脂肪，脂肪在遇冷的时候它很硬啊。对耶，所以所有口味里面黑巧克力是最难的。对，那我过了黑巧克力这一关之后，其他口味我比较软，它就比较软啊。我知道技巧是什么了。你还好吗？是把它抹平嘛？对，你壳不要弄碎哦。你的饼干壳，有一种土石流要坍塌的感觉啊！虽然我们瓦的冰淇淋外貌没有那么的优美，色香味的部分色没有很好，但是香跟味都很好哎，巧克力口味的好浓郁哦。对，而且它冰淇淋体质很好。对，它那个巧克力很浓厚，就是可以吃到那种浓厚的质地的感觉。对啊，因为这个巧克力是我们自己研磨的。哇，你们自己研磨的很棒哎，因为它的苦甜比例我觉得非常的好，不会让人觉得太甜腻，巧克力的风味又非常的浓厚。但是我们这边也有自己种可可吗？当然有啊，有。等一下我带你们去。哦，好啊。看可可。银豪哥，嗨，银豪哥好。Wendy 入口，嗨，银豪哥。美兰姐叫我们来找你。欢迎。银豪哥，我是可可吃了不少，但我第一次看到可可长在树上的样子。但为什么那么多种颜色？有绿色、黄色，有红色的。应该是说巧克力吃了不少，但是第一次看到可可，对不对？你没有直接吃可可。对，大部分的人都这样哦。对。因为这都是不同的品种哦，比如说像有黄色啊，或紫色啊，还有绿色。绿色就是它还没有成熟之前，成熟之后就变成黄色。现在大部分的品种都是混种了，所以说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对。所以也好像形成一个田园风景画，很多颜色自己点缀。
对，没错没错，缤纷很漂亮哎。对啊，但银豪哥，我之前其实在屏东的时候是有看过可可树，有进过可可园，可是来这里找你之前，我是真的不知道云林也种得起来可可啊。其实云林要种植可可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因为毕竟我们的天气比较冷哦，那屏东那边呢还是比较适合，所以我们土福利可可庄园大部分还是栖缩在屏东哦，那这边就是我们在研究与示范的一个场域而已。既然云林它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种可可的地方，为什么银豪哥你自己会想要来种一片可可园，又发展巧克力的事业呢？啊，这个对我来讲应该算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我最早是为了我爸的园艺治疗，因为我爸之前是失智症，想要以园艺治疗来延缓他失智症的恶化，所以说呢，我就开始去研究所有的作物里面对于失智症可可的成分是最有帮助的，而且又可以在林下这样子带着他来从事一下这些所谓的园艺。那刚开始的起源是这样，所以这片可可园是给爸爸的礼物哎，算是你当时算是孝心巧克力。对啊，这是很感动哎。哦，那我们怎么判断可可现在已经可以采收了？应该是变色了。对，对，像这样子变色了，对不对？因为如果说像这个品种，它现在目前还没有，这个是还没有成熟。那以这个黄色这个就成熟了。那颗好漂亮哦。对啊，这个。来，给思达拿看，你没有拿过真正的可可吧？对啊，真的，我第一次看到可可本人。如果没有来找银豪哥，你看到会不会觉得它是木瓜之类，或什么就是这种奇怪的水果之类的？对啊，什么牛奶果啊什么的。对，现在看到了。那你知道怎么打开吗？我觉得开可可很疗愈哦。怎么打开？这不是就是削皮，然后不是削皮。来，我教你。有工具，我们就地取材就可以了。银豪哥，我虽然答错，但不需要这样动手动脚的。我们就地取材，来，我教你一次，小心一点哦。来，怎么我们跟我想象中的画面不一样。一般我们跟我想象的画面往中间打，但是小心不要打到手。打这样一下，第二下你再稍微转一下。对，就这样子。忘了转啦。对，这样子。哇，碎啦！你看里面好多的可可豆哦。但是现在呢，还不能称为可可豆，现在还是可可的种子而已。那要经过发酵之后才会变成可可豆。那呢，要做成巧克力呢，更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除了发酵、晒豆，还有再来的烘焙，才会变成巧克力，很繁复哎，对，复杂哦。所以每到情人节，你送巧克力、吃巧克力，你觉得好像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对。殊不知背后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流程。其实你们吃一片巧克力呢，是在我们里面已经大概要1年的时间，从采摘到做成巧克力。大概就要1年，它可以作为爱情的象征，因为它需要酝酿。是，没有错，这是很浪漫的那种甜对，没有错。哇，美兰姐，我们一到生产线，这空气里面都是可可味，太香了吧？对呀，马上就觉得好想吃巧克力。是，刚刚我们在田里那个是种子，所以你没有闻到那个可可香。对。可是在这里，这已经是发酵完的啊，发酵完这个是生豆，你可以来闻看看它的香气。真的耶，满满的巧克力香。但是香气之余啊，我们要学习生产线里面可以做出美味巧克力的步骤，竟然是要我们2个自己手工来选豆哦。当然要选豆哦，这一定要人工一颗一颗的挑啊。这个没有那种什么电脑可以选，还是什么机器可以选吗？现在还没有办法，它是要靠人工。我们曾经也想说，是不是用 AI 来挑哦？对啊。它要判别的这些参数，这真的是太多了，没有办法。太繁琐了，太繁琐，电脑都没办法。它不是一个就是说，我很简单的，你看我要把发芽的要挑出来，对，那怎么去判断它发芽了？还有破掉的，那当然太扁的没有肉的，那当然我还要分大中小颗，那一次要做这么多的一个辨识。所以我们现在要用我们的眼力慢慢的去挑哦。是，不能有近视哦。哇塞！但他们其实长得蛮像的，蛮像。我觉得很难分辨的出来。我们先把手掌少的时候，你先少一点点。你看发芽吗？这边你有看就觉得好，那你疑似发芽，有点厉害哦。好，那我们放在这边。发芽哦。好，哇，这个
这很考验稍眼力耶。一不慎就会判别错误而且哎。有可能你认为它是发芽，其实它不是发对啊芽，它是那个原来的肉冒出来芽尖只有在上面才会有。这种凹陷进去算扁豆吗？这个有肉啦，这个有肉，哦这个是算有肉的。好这个算中，好，如果你不确定，就把它放进去。结果我们每一颗对啊，我都们到最后没有巧克力可以吃呢。每一颗都很中大啦，大哦它是大的，你看它是大的。这很考眼力，真的。那像扁豆、破豆、发芽豆就都不能再使用了。扁豆可以再食用，因为扁豆是因为它里面的肉不够，就是里面的那个豆仁它3比8，可以做太瘦了巧克力，对是嗯。但是我们还可以再利用它，可以来烘烤，我们做成可可茶。哦，所以扁豆可以做可可茶，那破豆的话破豆就不要了。完全不要因为了。它有可能，我怕它已经有受污染的这个危险性，它可能有这个风险，所以我们就不要用了。对啊，所以要吃到一片可可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不容易，不容易。对啊这边需要很大量的人力耶。就是要一直挑，一直挑，因为我们在做很精品的巧克力是不会再去做把它去除味道，也不会添加香精。那所以这在整个风味对我们来讲就很重要，你的风味就一定要非常的纯。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就是夫妻吵架或是情侣吵架来冷静一下的时候，就说你来挑豆，你不觉得在这边挑豆超冷静的吗？但我觉得适合你的个性，如果是我会越挑越火大。我们闻到的香气其实主要就是从这边来的，对吗？它把它烤熟，要烘焙烤熟要烤30分钟。它烤熟了之后，它就产生梅纳反应，它就会产生香气。好香哦！站在这边一直闻这个巧克力浓郁的香气，好疗愈哦。在烘的过程当中，像好的豆子，它用低温烘焙可以保留它原来的果酸的香气，原来它的特性存在。哦，所以烘焙真是个技术活。它是一个技术。哦，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好冷哦，因为要进行巧克力的调温，对不对？对，现在这个是叫大理石调温，现在大理石的温度是低的，直接倒在桌上了。这个是大理石的。哎呦，盆子不用一起，不是，发烧是不是？没有，不是，不要打我，不行，我现在很讲的步骤很重要。不然很紧张哎。紧张，而且调温分秒必争，对吧？对兰姐，因为我之前有曾经体验过一次，我知道调温这个步骤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调温很重要，你要很重要，给我们。快点哦！我要怎么一就是一直像炒菜一样吗？对，就是像铁板烧师傅一样。哦。铁板烧师傅，这又是你家世渊源的专业了，你应该可以。那个要高丽菜要加辣吗？但美兰姐，调温其实在这一个步骤当中是决定巧克力的什么风味，或是巧克力的什么特性呢？因为可可脂。巧克力会融是有可可脂，那可可脂它平时分布的并不均匀，那经由调温的话，它结晶才会稳定。好，那均匀之后，它才有办法，就是之后我们吃的巧克力才会有丝滑感、滑顺感。那如果调温失败的话就不行了，它不稳，巧克力就粗糙，对，粗糙而且不好吃，就没有丝滑的感觉。我以为巧克力只要融化，然后直接把它做成倒模具里面就可以了。不行，我们在这边吃的是顶级的巧克力，我们不能吃随随便便有粗糙口感的巧克力，一定要有丝滑。它这样可以吗？我觉得有点不是他，我要弄干净，弄干净。可是你，就叫我救一下。可是你是不是你的警钟是不是在响啊？是的。他旁边一直握紧拳头，他想要揍我。但是啊，刚刚那样子不对吗？他刚刚那样子可以，可以，可以吗？可以哦，只是没有那么帅气。对，它温度已经到了，我要把它上去了。快看凝固了，没有看到它看。哦。那现在是要搞砸了吗？有一点。可以再重新融化，让它再调温一次，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我必须还要再让它融化一次。对。那等于是我刚好不容易到最后一关了，然后现在要退一步的感觉。没错。我的巧克力也太难了吧？但还好还可以接关啦，还可以接，还可以。算是还好，不用再从头开始。跳一下接关。大力一点没关系。快敲破。
挑珠宝，对，你看，哦，真的很像在挑珠宝的感觉耶。等一下，美兰姐，这些都是巧克力吗？全部都是巧克力啊，这个亮晶晶的也太美了吧！很漂亮哈。真的很像是一颗一颗的宝石呈现在我们面前，很像这种翡翠还是什么玉的感觉。对，好像巧克力哦。所以你们这边真的把巧克力这件事情弄得非常的有品味，当艺术品在做，当艺术品在这舍做。不得吃哎，这个。可可茶好好喝哦，有一种淡淡的甜味，而且带有一点焦糖的香气，没有加糖，这个是没有完全没有糖，天然它自己的对，甜完全就是只有可可豆。好香甜，好好喝，而且又不会是太浓郁的那种感觉，很清香。所以呢，就算是没办法做成巧克力的可可豆，扁豆也可以拿来再利用的。我觉得这个利用真的是太好了。不过更好的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巧克力。对啊，现在我们做的很成功哎，我觉得我们可以帮他加上卖。对，我觉得不好说。我觉得应该可以哦，可以过关哦。可以上下蛮漂亮的啊。对啊。怎么结巴了？被他结了。色是什么？嘴软。你干嘛结巴？口感非常非常的香醇，很香醇，而且滑顺感完完全全吃得出来。即便我们加了很多料，可是巧克力它慢慢在口里融化的时候，很像涓涓细流，但是有一种瀑布奔腾的香气，很好吃。好会形容，真的很滑顺。这种丝滑、那种绵顺的感觉，真的是外面一般很难吃到哎。除了我们自己做的之外啊，这一整盒的珠宝盒首饰也好抢眼，而且好让人垂涎欲滴哦。虽然有很多漂亮的首饰，但是思达，我觉得我要推荐你先吃这个黑夜之舞，跟我们云林土库的特产有相结合。对，因为我用土库的黑芝麻，它会取名叫黑夜之舞。那个舞来，你嘴巴上有没有东西在跳舞？有，里面有跳糖。对，这么童年的东西。对，它难怪叫黑夜之舞，它真的在我嘴巴里面跳舞哎。而且它现在嘴巴里面都是满满的芝麻香，然后跟巧克力放在一起是非常 match。有人会觉得说黑芝麻是不是老人家在吃的？可是加了跳跳糖之后就变年轻了。没有老少咸宜。对，非常适合哎。除了有云林土库的黑芝麻之外，我想要品尝这个也很在地的这一块，跟我们云林产的咖啡有关系。对，是古坑咖啡。古坑咖啡。咖啡跟巧克力就是绝配啊，很纯，也不是很苦的那种咖啡，所以呢，大家都会觉得咖啡可能带苦，巧克力可能带苦，可是两个加起来反而有一种回甘的口感，苦甜苦甜，整个浓郁度配合得很好，吃起来我现在整个口齿好芳香哦。就跟你的心一样的多彩多姿，里面是荔枝，对不对？有，所以有很浓郁的果香，把巧克力的香气衬托得非常饱满。另外有焦糖，也有一点柠檬香，对，所以它就是有点清爽、酸甜，好像谈恋爱，就是有酸酸的部分，有甜甜的部分，然后有很浓郁的部分，有时候有高冷的部分。这一颗我要买。对，我觉得真的想不到会有这种方式来呈现。对啊，所以人家说，在云林土库的郊区，其实我们也可以享受非常时尚跟非常有尊荣感，然后也让你觉得整个质感跟品味非常棒的地方。像巧克力就是这样哦。思达，你看看有没有非常有艺术气息的感觉？我跟你简直很会安排行程哎，上线的真的超有质感。你知道我这个文化的水准不够，你特地带我来美术馆参观哦。这不是美术馆哦，这可是一间本土的酿酒厂呢。对啊，这边不是美术馆，不是美术馆。但我们以往知道酿酒厂就只是去生产线或去闻酒香，
这里完全不一样哎。这就是云林的质感旅行啊！这间酿酒厂它用很不一样的概念打造了全新的视觉，它用酿岛为主题，希望可以诉说一段跟土地的故事，而且啊，也让创意在这里被发挥出来。所以我们来这边不只可以认识酿酒文化，还可以感受一下他们用创意打造出的旅游新亮点哦。你好，我带思达来看展览。其实我们做的是地酒，那我们要让人家说对重新认识地酒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原本的话要规划的时候，我们就想应该做一个比较特别的，然后能够展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像地酒。一定要在地生长出来的东西才能够做地酒，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土地上来的，在虎尾哦，甘蔗是很重要的。对，那我们生长出来的甘蔗，好像那个糖，在我们就要做成朗姆酒，哦，那再加上那个过桶的那个威士忌，哈，朗姆桶过桶的威士忌，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你刚刚一路上都看到稻田，对，就是米。米的话啊，经过实际上它意象就是说啊，经过一个化学变化，加上酵母的变化之后呢，它就变成了酒，米酒。那米酒我们再把它做成 whisky， 然后甚至酿成米醋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地有水果做成像梅子酒啊，那些人醋。水果醋，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黑米，那这是我们跟小农契做的。所以我们其实透过这个艺术作品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多不同的酒，它来自于云林虎尾这里各种不同的农特产。没错，这是我们做酒的这边基本精神。其实酒对我们酿酒人来说，它说是一方风土的味道，那它是一个时间的记忆。它可以，因为酒会受到发酵过程中会受到空气啊、湿度啊、环境的影响，所以它会锁住它在酿造的那一刻的风味，所以每一批酒做出来都会不太一样。哦，所以文伟哥，我们在这边喝的酒，不只是喝到酒的风味，还可以喝到云林的故事跟温度，对不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打造这一个场域，就希望说，让大家重新深入了解地酒，不再是土的煮饭用的米酒或怎样，事实上我们要让他知道，其实地酒也可以非常有质感。哦，文伟哥，这也是无感体验的一部分吗？对，这个是就透过电流急激棒让你了解酿酒的过程。电流急激棒，对啊，可以玩吗？可以玩，当然可以玩。那我要玩。OK， 耶！厉害，好可爱哦！拥有了自己成功的一份酒。对，而且平常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参观一般的酒厂，只是像走马看花，就忘记那制程，就很抽象。对。可是透过这样玩游戏的方式，这样就很有概念了。对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带你们到现场去看真正酿酒的状况，其实就是这样子。来，我带你们来看制酒的过程。啊，有酒香哎。对啊，这进来就有个甜甜的味道。好，这个一开始的话，最刚开始我们要把米煮熟啊，糖化。糖化之后呢，就是把米变成糖。所以那一整桶里面全部都是米吗？对，就在煮的米这样子。难怪可以闻到有一股米香，然后又有一种酒香。哦，好漂亮哦。所以这个是已经煮好，但是还没下曲。已经下下去了，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把它让它充分搅拌均匀，让它们能够那个酵母菌能够充分跟每个米那个结合这样。对。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点苦力活。苦力活交给他。就是需要放丁来。我以为会有机器耶。好来哦，哇，这蛮深的。这个真的有点要体力活，因为蛮大一锅的。这样子吗？对，那你要翻一下，翻一下，所以我要下去了，对，可以，好，全部的米都要被酵母菌作用到。不要洒出来了，没关系，拍手，我浪费了，不要浪费。对啊，而且我一边搅就闻到那个酒香味。
搅拌起来的时候，也是那种米香味，也是很米重。香、酒香、气息都混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这样大概搅拌之后一天2天之后，等它整个发酵稳定了之后，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抽到外面的发酵室里面，让控温，让它持续发酵，大概1个多礼拜。好想帮你搅。那王伟哥，你刚刚说那一句什么？哎，搅拌1天2天，所以我要这边搅拌1天2天。没有搅拌好了1天，放1天放个1-2次，1-2天之后再放进去这样。你吓死我！以为我要搅拌1整天。强迫症发作，觉得旁边你都没有没有动拉到是看不下去，看不下去。你看它放泡泡的，有，真的对你耶，看好可爱哦。这个就是像我现在发酵的时候，它还作用了。对，它在作用。所以我们说酒是活的，真的，你可以看到它在呼吸啊。对，啊，这个一个，哎，这根杆子快比你长，你知道吗？不是因为你停下来，我强迫症就发作，我就觉得好想用因为哦。刚刚我听到那个关键字，想说要搅1天2天，想说谁受得了？它其实这样子动来动去很好可爱啊，很疗愈啊它真的好，对不对？对啊，啵，好像那个全部的黑米，大家一起在泡温泉一样。下午的感觉。他们正努力的在酿酒、制酒当中。他们在努力工作，这就是他们工作的痕迹啊。对。所以我们刚刚是把米煮熟，然后发酵好的时候，我们抽到这个蒸馏器里面。那蒸馏器里面经过它现在开始蒸馏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要的酒。这就是酒了。对，就是我们的蒸馏酒。那现在的话，现在其实不管它是什么酒，蒸馏出来一定是透明的。所以刚刚我们用黑米出来蒸馏完也是透明的。对，只要蒸馏酒一定是透明。那我们现在要量它的度数，就是说，我们要确定说这个度数是现在我们要的。像我们就知道，这个测酒精浓度就对了。测酒精浓度对。我以为是文伟哥之前拿起来喝一口，对，35度。光力好的也可以这样子。好，现在大概在40度左右。所以40度一般是我们烈酒里面喝的度数比较高，也不会太高，那也不会太低，没有味道这样子。所以一般40度是我们最要的。文伟哥，你刚刚讲那么多这个道理我都懂，是，但是可不可以让我喝看看？可是我等不了2年呢。我跟你讲，这些的话因为是新酒，你现在喝它太辛辣。我带你们去喝已经熟成过好喝的酒。好，一定的。熟成过了，好对，走，我们过去那边。好 ，OK。哇，看到这一桶一桶的，好有感觉哦！瞬间那个酒心都醒了，微醺的感觉。而且啊，在这一些看到的橡木桶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文伟哥你自己去研发的米酿威士忌。因为一般我们知道威士忌都是用麦去酿的。对，大部分大家认知那个威士忌是麦酿的，其实威士忌它的定义是谷类蒸馏酒，像台湾是规定是入桶2年，然后苏格兰是入桶3年，那40度以上的酒叫威士忌。所以只要谷类的就可以酿造威士忌。没错，所以像美国它有波本，就是玉米。那像台湾的话，因为我们当时在做地酒的时候，就想到说如何让地酒往上再跟国际接轨。这时候我们发觉，米就是谷类啊。那真是谷类的话，那我们蒸馏出来的酒，然后放到那个橡木桶里面2年，它就是威士忌啊，就完全符合国际的那个法规啊。所以像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跟国外人讲的时候说，我们在台湾用米做威士忌的时候，他们说很合理啊，你在台湾就是要用台湾的米去做威士忌啊。云林又是农业大县，是米又很好，是，对。其实我们是台湾第一家用米去酿威士忌的酒厂这样子。因为有准备的一些在这边，那你还没有真正生产出来，还没，因为我们在准备要做而已。但是它已经放好了，可以过来，我这个拿一些给你们试试看。可以吗？可以，没问题。这怎么好意思呢？来，我杯子看到了，在这里。听到声音好好听哦，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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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样子喝好有感觉。哇，还没有正式的上市，我们现在抢先品尝圆筒长度的。哇，颜色也太好看了吧！闻起来真的有米味。那跟印象中麦芽威士忌是不同的，完全不一样。你闻到米香跟那个木桶的香气，是，对，很滑口哎。因为米这个原料的话，它比较干净，所以它相对于的话，它会比较会甜。对，它很神奇，你闻的时候你觉得是米，
对，比较像是清酒香，闻的时候是清酒香，喝下去的时候前味是威士忌，后面的米酒香又跑出来，对，所以它会一直不同的在变化当中。我觉得它喝下去会回甘的，现在有那种米的甜味在嘴巴散发出来，甚至你有点口水。对，然后就是香气很浓郁，而且完全没有急喉感。对，因为很多女生她不喜欢喝威士忌，是因为她觉得那个酒精的酒味太重，没有急喉感。可它是非常顺口的，真的很顺口。所以它是结合东方跟西方的特点做出来的威士忌，这样。强强联手哎。哦，好期待它赶快上市哦！哎，快了，你们是第一个喝到这个的威士忌的。真的吗？太荣幸了。我们自己做的要放1个月才可以喝。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已经1个月前试做，做了觉得还可以的酒，所以基本上它是用凤梨啊，有一组这样来试看看。好凤梨哦。它的果香很清爽，对，然后它里面酒的基底也是很顺口的，所以基本上因为它是用朗姆，对，白朗姆，那你们回去的味道跟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一定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味道。对，那来这边就做一瓶属于自己的酒，那再加上这个基酒，这个朗姆酒，白朗姆的话是用我们在地的蔗糖跟甘蔗去做的，所以它也有在地的风味，这样可以试试看这样。所以也算是云林的虎尾地酒。对，没错，来这边做这个自己的酒。走在这田间小路真的很舒服哎。对啊，这样风吹着，感觉生活步调都慢下来了。这就是云林的悠闲。不过别忘了，我不是告诉你说这一趟旅程我们规划的不只是田园风光当中的云林，还是高质感的云林。所以我要带你去入住一间豪宅。这田中间有豪宅，而且还是有质感的豪宅。对，它不是土豪式的豪宅，而且这个豪宅不是我说的，在地人一致通过，它就是豪宅。等一下，不就是前面那一间吧？算你有好眼光，就是它，还超漂亮的哎，很美吧？Hi Wendy, look. 我来了。喂，你这间民宿真的跟大家想象的云林很不一样。它不但在田园当中，而且独树一格。这个设计全部都是你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对，当初其实这间民宿啊，我们在找地方的时候啊，我一直在找说，我想要有一个有点水跟有山的地方。这么浪漫，都有依山傍水的感觉，就是依山傍水，我就要找这种感觉，把设计做到极简，但是我们不要整个太简单，有极简的感觉，又有温度。所以从外观清水模走到室内空间，整个室内的墙面也还是清水模，但是可以看到清水模的极简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凸显。对，你不觉得一走进来直接是餐厅，直接是厨房的感觉也很特别吗？对，通常一般的民宿可能进来会先遇到的是客厅。对，通常大家的观念，可能台湾人的观念会觉得说，厨房是一个可能比较脏乱的地方，比较没有那么漂亮的地方。我看到锅很瓢盆，但是我觉得说，这不对啊，这观念不对。我们厨房就是进来就要很漂亮、很舒服、很干净。我一回家，然后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吃东西了，是不是很好吗？对，而且你把厨房设计得很时尚。对啊，转个念头想，厨房确实也是一个炊烟袅袅，应该要带给一个家最大温暖之处，所以把厨房设计在一入门的印象当中，我觉得也蛮贴切的。我觉得除了厨房的设计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家的氛围之外，Wen也把这里融入了很多艺术的概念。你看，像楼梯下方的这个马匹，真的就好像来到了美术馆或者是展览馆一样。对，这个地方是2个房间之间的一个通道。那通常一个通道它就是一个通道而已，但是我想让这个通道感觉就是
一个像展览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特地去设计一个像这样的楼梯，然后我特地把这个树放在外面。对，那为什么我的窗会开这么大？就像我们去看那个博物馆展览，我们是会看到东西都放在玻璃里面。哦，这个橱窗的感觉，对，就是橱窗的感觉。你在外面这样看进来，我会看到，哎，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空间。所以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从外面看进来的话，这个橱窗看起来好像是在看展品。对，我们从里面看外面的时候，也好像是在看一幅一幅的画跟展品一样。对，我就想这种效果。视野完全不一样哎，真的好像在逛美术馆的感觉哦。啊，房间也是延续了清水模的设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它在清水模设计之外，增添了很多不同的色彩？对，而且我觉得一进来它感觉空间就超大的，它不会说因为房间大，它把塞满很多家具。对，一般来说啊，在台湾房间就是房间，可是，在欧美西方，他们其实在房间里面很希望可以有一个沙发区，表示我回到房间之后也要好好的休息或者是休闲放松。所以我觉得Wen有把他这个设计理念在国外生活的经验带到房间里面来，把这个沙发区营造得很温馨。对，用那种暖色调的家具，感觉整个房间超级和谐。对啊，而且外面的 view 也超好。外面的 view 超好，而且外面有一个戏水池哎。对啊，那露台很大就算了，还有一个戏水池，是什么意思？露台也太大了吧！你看，我们来到虎尾的建国眷村，这里是以前的空军基地，有没有非常的有氛围，很有味道？对啊，这边的街景走在这边很有年代感呢。在这个怀旧的建筑当中，藏了一家非常有质感的无菜单预约制料理，就在这边，我要带你去品尝。藏在眷村里面的隐藏版料理，对，该不会是牛肉面吧？牛肉面的话太眷村了。我们这一次不是我告诉你，旅程就是要走很质感跟非常有品味的路线吗？这一间呢，它是结合了日式料理还有西式料理哦。主厨在那边 ，Lucas。Lucas， 你的餐厅真的也蛮颠覆我们对一般眷村的想象，它有保留一些复古的地方，可是整体感觉其实真的很新颖，也很西式。是眷村时期的时候，这里本来就是一个饭厅，大家族的饭厅。云林县政府把它再调整改建完之后，就变成我们现在的餐厅这样子。对啊，刚进来的时候有种古朴回家吃饭的感觉，进来里面很时尚。对，Lucas，刚温妮姐说你的料理是非常有创意，是。那你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因为我在国外长时间的待在那边做菜，所以我将国外的概念、不一样的食材的方式融入台湾，形成一套自己属于自己的料理。据我所知，Lucas是去南非学料理的。你去南非学南非菜吗？南非学日本料理。南非学日本料理，这有点。日本不是很近吗？离我们很近。有点像是我去南投学游泳，就是学那种海学冲浪，去南投学冲浪，去没有海的地方。对啊，怎么去日料去南非学啊？因为南非它的海洋资源非常丰富。那我当初选择去南非的时候，是因为它可以学习不同于传统日本料理以外，比较偏西式的日本料理，有变化性。那有变化性，你就可以同时在不一样的地方创造出或者是衍生出不一样的日本料理。这一整桌非常美的料理，真的可以感受到 Lucas 无菜单料理，还有这种无国界跟非常多彩缤纷的文化融合。但是思达，你猜猜看，这道是什么？这个我看起来像是
炸地瓜有点像薯条的感觉。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食材，对吧？是，这是你们想象不到的食材。它的功法算是日本水茄，那原料其实是原本的就是茄子。那在日本家庭的传统料理当中啊，妈妈是为了想要让小孩子不会讨厌这个东西，因为它有可能会因为颜色，会因为口感，所以他们先将茄子外表的皮先去掉，泡水浸泡2个小时之后，再裹粉下去油炸。那炸起来之后，它外面就会呈现一个外酥内软的口感。所以根本看不出来是茄子。对啊，我就是那个需要被骗、被哄的小孩。对，因为你也不吃茄子，又不喜欢茄子那种软嫩的口感。所以日本妈妈很用心哎，为了让小孩吃茄子，还要绞尽脑汁用一些心法。对，我妈直接说你的卖家。我觉得这个可以成功骗到我。对，因为我不喜欢它，就是因为它那个软嫩的口感，对，软烂的。可是因为裹着面衣，然后炸成外酥内软的，对，它口感很好，然后很有层次。其实茄子本身就是真的软软的，但是因为卢卡斯处理得很好，外面炸得非常酥，里面那个软的感觉啊，会变得很 juicy。很嫩豆腐的感觉，对，它完全颠覆了大家对茄子的想象。我这样就可以接受茄子了。哦，所以你爱上茄子了吗？对，我现在要重新认识茄子。你造福了人间。哇，很厉害。很多料理都颠覆我们原本对这道料理的想象或是概念，像这一份握寿司，这个是乌金鲍鱼握寿司，海苔是外面酥烤过之后，融合上我们云林在地本土的稻米，鲍鱼经过高温蒸，它不是用煮的，因为高温蒸才能把它的味道锁住。那上面的那一个是口无的乌鱼子刨成碎放在上面，所以你在你入口的时候会有3种口感。我觉得鲍鱼用蒸的口感真的不一样。对，它的汁水不会因为你做处理的时候做流失，让它锁住那个汁水。等它透过冷的酱汁去散发的时候，冷热交替，让味道融合在里面。一般鲍鱼大家就是会觉得脆脆的，非常的 Q 弹有嚼劲。可是用蒸的之后，这个脆脆 Q 弹的嚼劲之外，我觉得它还多了一份比较温柔的感觉。既有那个爽脆的口感，但是又软嫩，我觉得说不出来。就是一般我们想说，如果脆的可能会比较硬一点，但它很好咬，很好入口，而且米真的很好吃。对，然后它的乌鱼子就是保留它乌鱼子的香气，可是别人那个习惯也不会强调它醋饭啊跟那个海苔的香味。在我们餐厅里面，我们走的一个是平衡，他们都是互相是加分的，都是在助攻，对，不是强调彼此的风采。主餐有海有鹿，这个也是很多彩多姿哎。在主餐的结构上面呢，我们是采用云林在地的温体猪。全台湾人都知道，80%到85%以上的猪肉都从云林来。那我们刚好在产地，所以我每一天早上都会去采购最好、最新鲜，经过12个小时的疏肥。基底的炖饭一样也是选用云林在地的米。那它这一次搭配的酱汁是味噌。哇，好颠覆哦！炖饭竟然用味噌来做。一般就想说的是奶油基底，对，是什么松露。还没有入口，我就已经完全闻到那个香气。猪肉本身先煎再烤的那个煎的锅气，还是很明显，在入口之前碰到嘴唇的时候就先吃到。对，而且我刚刚一切猪排，我有点吓到，它有够软嫩，有够好切的，就是外酥然后内嫩的，对，然后汁水都保留住，可以吃到那个真的是温体猪那种鲜甜味。对啊，对。这个饭如果卢卡斯没有说的话，我觉得我有点吃不出来它是味噌，这样是比较咸一点的奶油，或是加了咸的 cheese 的感觉。那龙虾保鲜的很好，非常的脆，很像是很老瓦的感觉。焗烤不会强调那个虾的鲜甜味。对你这个会舍不得吞下去，你会越嚼越香的感觉。肉也很细，对，很细致。甜
甜点的部分，煎碟情深是老婆设计的，是老婆设计的，因为我们整套无菜单吃起来，其实我们都一开始讲求就是希望所有的味道都是平衡，那甜点就是一个完美的 ending，我们希望它是让所有的客人都是觉得它是一个很漂亮的结束，很可爱，很可爱耶，而且我还没开始吃，已经闻到那种莓果的香味，而且里面的莓果馅感觉用的非常用料很扎实，对啊，不计成本呢。好滑哦，真的很滑顺。这个甜度真的是拿来当餐后收尾，非常刚好，非常均衡。可是我觉得单吃也会让人很享受，是因为它的果香，吃得到果粒的新鲜。还有咬下去之后，啵一声弹开的那个多汁，对，那再加上它的甜度，虽然说没有一般甜点这么甜，可是你知道现在台湾人对于甜点的最高评价就是没有很甜，所以我觉得它单吃也刚好，在餐后做收尾也会觉得整个口腔是很舒爽的。而且吃到最后吃到这一道，我会觉得今天圆满的感觉，很幸福哎，对啊。